这个回升的动作是形意跟八卦的结合点。那我想问老师的看法。老师，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啊，就是我们形意拳里面啊，有一些动作是回升的动作，因为形意拳啊，它的架构啊，就是一个动作打到底，然后转身，然后再一个动作打到底。那我想问，这个转身到底在干嘛？我们一般在对打的时候啊，比较常见就是转身边拳。但是除了这个以外，还可以有没有其他的用途？不然干嘛一直练回身？应该回升这个4字啊。当然它最原本的设定目的就是说后面有人，这是第一个目的嘛。那我可能会有一些应对的动作。第二个目的是回身，不见得是回背后。因为你看我例如说这个角度，理论上回身是这个位置嘛。那我有可能是这边有人，同样的启动模式下，它可能变别的方向。所以它是一种方位转换的概念，并不是仅仅止于说往后转，它是一种方位转动的概念。然后在这个回身的基本的动作内，它在练习你的启动的方式。腰胯旋转嘛。这很清楚了嘛。我借由前脚往内扣，本来是往前的结构，变成往后向结构。那我往这样就往那边跑，所以我一直强调，所谓的这种偏传统类型的武术，它的设定永远不会只是在1对1，它必须要应付够多的状况。但不是练可以打好几个，不是这种事情。而是它的设定思维比较不会锁在单向上，所以在这个前提下，自然你要能够转向的技巧跟方式就变得很重要。老师啊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在练功方面有些书啊会写说这个回身的动作是形意跟八卦的结合点。那我想问老师的看法。就我的感受来讲的话，因为我们现在以劈拳这个回身动作来当做轴体讲，这个回身它会先动这只步，轴心转动，轴心转动，然后动后面这个步。那其实以八卦来说的话，初练的话，它有几个比较在意的点。第一个是你2只脚的角度 ，OK， 2个脚摆动的角度。第二个是你的这个角度产生的轴点旋转。第三个是重心换位。那这个其实你看这回身已经包含这3个东西了。例如说我这两只手，我要往后转，轴，角度。重心的换位，很清楚了嘛？例如说往后转，摆动我这只脚，让我的移动方向开始本来是朝前的，结构方向转回来。那移动中我轴点的界，有时候是这只脚为轴心，前脚为轴心，后脚跟前脚同时动，重心由后往前移。那因为现在看到我们是一步而已嘛。那我们把它做顺畅化，例如说劈拳回身，1、2、3，有没有？跟我们在走八卦的简单的这个换掌，是不是一样的东西？因为大家是踩固定的时候，脚的摆动的角度是一样的。那如果我在不要动这是圆心，我的步伐可以借由脚步的摆动产生大小圈，跟我在回身，借由我步伐的摆动转向，产生不同的方向性。这应该很清楚了吧？轴心的，脚步的摆动方向，以及轴心的转动方式，配合上重心的换位模组，产生方向性。OK。回身其实就在玩这个东西。例如说，我们这样一接，这打下来，
这种摆动。哦，当然，或是像我们有些练日本刀的同学，哦，这种转身这种砍法，哦，都是类似的东西。哦，都是很科学啦，结构啊、轴心啊、重心啊、换位啊这些东西。哦，那回声其实就在细练这个东西。哦，它就以形意来讲，它相对就比八卦来的单纯，因为它方向固定、角度固定。八卦的话，它就比较复杂，它有太多变数在里面。哦，那这个比较直观的连接就是3个点哦，轴心啊、重心啊，跟那个脚步的摆扣角度。